非常感谢大家那个周末的时间过来，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程序员相关的知识。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啊。好，上一堂课我们讲到那个 Tiny Language 零，回忆一下那个 Tiny Language 零，它的抽象表达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add cstr，然后我们要对它再 add 一遍，比如说重复的加一遍。这个时候你只能通过手写把这一段代码粘贴复制到这里，对吧？在原来的语言里只能通过这样来操作。所以说，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抽象。整个程序语言的核心能力就是设计更好的抽象，来让我们合理的重用代码。所以我们这里在我们原来的语言基础上加了两条，一个是变量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表达式取个变量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变量名绑定到一个表达式上，它的作用域在我们的下面的表达式。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回到刚才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给这个 add r 加 r 取一个变量名叫做 let，我们把这拷到这来，然后它的就可以重用这一段代码。这里我省略了一下，把那个 x 它实际上是个 var x，对吧？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 parser 呢？因为光是手写这个抽象语法就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这里就稍微简化一下。这样的话，有了这样一个抽象能力呢，那我们就可以一些可以重用的代码，就用这个变量进行绑定一下。这个，然后呢，因为变量名它有个作用域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 x，它只能在这个它的后面才能可见，如果它的前面可见的话，它的语义就很难定义。所以这里 let 它有个作用域的问题。这里我们引入了变量名和 let 表达式，对不对？它就涉及到，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语言，它怎么解释这门语言呢？它涉及到个寻址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 let，我们给这个 x，它是一个表达式，这 x 可能在很遥远的地方使用到，它不像我们第一堂课讲的那个add xpr，它都是临时变量。第一堂课讲的那个语言里面，我们只有临时变量，而我们这里给了一个名字的话，它可以在很遥远的地方使用，所以涉及到一个寻址的问题。怎么去寻址呢？我们要一个环境来储存我们已经算好的表达式的值。这里呢，我们用 list 来表示。它在 RISC 里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这个 key value pair。比如说，如果我们 x 它是1，下一个 y 是2，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先定义了一个环境，然后我们看的这个代码是怎么解释这个表达式的。我们看第三行 let rec 还是这个 recursive，就是它一个递归函数。第一个参数呢是表达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注意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进行计算表达式，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个空的，当然我们计算到 let 的时候，第9行这个 let 的时候，我们对环境进行增加一个值，就是在进行 let 计算的时候，我们先算一，我们这里有个1 val 1 v 分贝递归的计算，然后把它的值呢绑定给 x，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增强的环境，就是把这个 key value pair 和原来的环境进行增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计算1 2，这是这个 eval 和那个第一堂课的语言最大的区别。我们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其他的case。csti 计算的 i 这是很显然的，add a b 呢和第一堂课是一样的，我们先把 a 计算完了，然后再计算 b，然后把两个进行相加。mal 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这里有 var 呢 ，var 就是我们涉及到个寻址的问题。它怎么寻址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内置的函数叫 assoc，它的是 association 缩写，就是查找的意思。我们给一个 key，比如我这里 x，对不对？它就找到它是1，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如果是 x 大于1，如果是 y 的话就是2。
如果不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可能会又抛出个异常。但如果你是一个静态语言的话，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给这个环境呢，如果每个变量名都是不一样的，那很显然这个算法是对的。但如果有些变量名它重用的变量名，它是怎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我们有一个 let x 1如果里面也定义了 x，它会是什么情况呢？这里可以比如 let x add x，然后我们后面外面再有一个 x， 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根据这个第9条规则，我们先计算计算的话，它会产生一个的值，它是1加1等于2，对不对？我们会增强这个环境是 x， 它就是 x2，然后你把 x 再绑定一遍，就是 sorry， 它最开始计算这里面的时候 let x1的时候，它里面是讲错了，它是 x1。我们计算这里面的表达式的时候 ，x 是绑定到1，然后它返回2。那我们下面它有一个变量名，它绑定它。第二个呢还是 x， 它的绑定的 value 是2，然后放到一个 list 里面进行 const。这里面利用了这个 assertion， 它这个查找呢，它找到了第一个 x， 它就返回了。所以这个作用域是对的。如果我们自己实现一个更高效的解释器的时候，就可能有2种，我们后面会讲很多高效的实现这个解释器的方法，可以一开始就避免这个 x 的名字的重名，或者说干脆把这个 x 的名字给干掉。这就是这门语言的一个非形式化的语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形式化的语义啊。形式化的语义，因为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所以和 Tiny Language 0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个环境 gamma， 这个英文名这是希腊字母叫 gamma， 然后呢，它要么是空环境，这个写错了，它要么是 key value pair 再加一个环境，就你不停的往这个环境里面再添加新的 key value。term 是和原来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引入了新的 while 和 let。而对这个环境呢，我们有定义了2个操作，一个是查找一个 key 叫 gamma x， 这些都是一些在逻辑学里面一个常用的 notation， 它没有什么道理的，只是说我们大家都这样写，我们可能需要第一次接触到这些 notation 的时候需要习惯一下。一个是环境的variable access， 就是这个变量从环境里面取出值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往这个环境里面添加一个新的 key value， 如果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有了 x， 那么新的 x 就会 shadow 就会覆盖原来的 x。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算规则和 Tiny Language 0基本上是一样的 ，eConst、eAdd， 只是说我们这里面加了一些参数。然后这里呢，因为我们引入了环境以后，这个关系呢就是个3元关系。我们记得我们第一堂课里面讲这个是 CST I 计算得到 I， 对不对？它就是2元关系。现在我们引入了环境以后，它就变成一个3元关系。gamma turnstile 这个英文名叫 turnstile， 大概是 turnstile。这个我们可能作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看得很奇怪啊，就其实它本质上就跟这个一个前缀表达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说 eval 环境 csti i， 其实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逻辑系学家们他们觉得用2个 operator 放在中间呢，看着更形象一点。就跟我们微积分它有很多种表示，有牛顿的那种表示，流理学的表示方法，还有莱布尼兹的表示。莱布尼兹的表示呢，它用这种表示 sum 呢，可能看上去更和我们就是用积分嘛，积分本来就是求和，用这种记号呢看着更形象一点。这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两者是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果用前缀表达式是相同的。这里我们用 turnstile 和 arrow 呢，它看着像通过这个环境，在这个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计算这个表达式得到这个值。
就看着更形象一点，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 EAD 和我们第一堂课的 EAD 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我们这里加了一个环境。Email 呢也是一样的，这里不一样的就是 eval，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查找过程。然后 elect 呢，我们需要先把它的内部的载答是11给求了，求到 v1，然后把这个环境添加 key value pair 这个key 和 value 呢 key x v1 呢添加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计算 1r 得到 v， 那么它就得到一个 v。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是一个三元关系，这也是一个算法，我们这定义的这个三元关系同时也是一个算法。为什么叫算法呢？这个叫syntax 语法制导的算法 ，syntax directed 算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1、2、3、4、5这5条这个计算准则里面 premise 推理，所以说如果你看到这个，它只能有一条计算准则，对不对？所以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叫做 algorithm， 用英文叫 algorithm 算法式的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呢是 declarative 关系，声明式的关系。我们这里给出的是一个算法式的关系，就是你有了这个关系以后，你就可以立马可以实现一个用代码来实现。声明式的关系在那个，比如说如果我们后来研究类型系统的时候，会研究那个 subtyping 的时候，就是研究那个 subtyping。会给出这种声明式的关系。声明式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算法，需要从这个声明式的关系推导出这个算法关系。那么我们这个解释器它有什么问题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呢？比如说我们每次进行变量查找的时候，假如有个环境是 x 1 y 2，它每次查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变量名是 x， 它查找第一次得到1，对不对？如果你的变量是 y， 它要通过先跟这个键每个 key 呢进行比较，来得到求它的值。但是呢，这个变量名，如果我们代码一旦写好了以后，这个变量名本身是静态的，这个 key 呢是 static， 是静态的，而这个值呢是有可能是动态的，因为这个值是根据我们用户的输入，它有可能进行动态的变化。但是这个键这个 key 就变量名它是不变的。而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原来的解释器来说呢，就是想想一个最坏的情况，如果这个变量名它有很长很长的一个变量名，如果它有无穷长的变量名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查找的时候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查找它对应的值，而它的 key 呢永远是不变的。我们对于来一般静态语言或者说合理的动态语言，它这个 key 呢都是不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查找的时候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想，如果这个 key 总是不变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缩写为1、2呢？这样的话，我在找 x 的时候，我知道它索引就是0，y 的这个索引就是1，就可以省去这部分工作。这里面有个术语来解释这种计算过程，也是编译器里面常见的，叫 partial evaluation。partial evaluation 就是部分计算，因为它有一部分是静态的，还有一部分是动态的。我们把静态的这一份计算掉。实际上，编译器和 partial evaluation 是等价的，就是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时候在静态的计算更多的工作，而让你运行的时候尽可能做少的工作。OK，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现这个partial evaluation。我们看到这个变量名它是没有意义的，在运行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语言，就是我们的第3个语言，叫 nameless。大家第一次接到 REST 可能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module 呢就是个模块，它引入了一个作用域，它避免和原来的那个 expression 这个名字有冲突，仅此而已，没有更多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保证这个名字呢只能在 nameless 这个作用域下面才能得到。
我们和原来的语言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 while 和 let，它们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它是 while 字符串，而我们把它提前得到一个整数索引。而这里面呢，原来的语言它是 let string expression，对不对？现在呢，它就变成 let express。那这个变量名到哪里去呢？因为这个变量它只在这个作用域里有，在后面的这个作用域里面有。同样的话，这个变量它只在后面作用域里有，它就表示在后面变量里面它就这个 while 0，它表示它最靠近它，用整数0来寻址。这我们讲的这里是一种寻址的方法，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寻址，这是我们讲最常用的一种寻址方法，它有一个学术名叫double index。我们后面还会重点讲一下这个怎么取名字哈，这是一种索引方法，再强调一遍。那我们就来计算这个 nameless 这个语言，给它一个解释器。计算这个 nameless 语言，我们知道前面我们的 key 它是一个环境呢，是一个 list string key value pair， 对不对？这 int 就是 value key string 就是 key。现在的这个 string 呢，假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编译器，把这个 expression 编译到 nameless 到 express。假设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编译器啊，后面我们会讲怎么得到这样一个编译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编译器以后，那我们来怎么解释现在这个表达式？首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环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即使你把这个名字去掉，你还是有一个寻址的过程。所以我们这里还是有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我们这里的 environment。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算准则啊。我们看第5行 CSTI 到 I， 这是很显然的。add mile 这跟前面也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寻址过程加快的是 while 这一块。现在的话，我只要通过在这个站里面查找第 n 个，就可以得到了。同样的，我们算 let 1 呢，我只需要把1的结果压到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一个站，把这1的结果压到这个站上，然后就构建了1的环境。我们看这个 eval 呢，是比之前的那个 eval 是要快很多的，因为这里面没有原来的这个寻址，它是一个sock， 对不对？它有 key value pair 进行比较，这就没有了。所以通过一个 partial evaluation， 我们加快了我们的这个 eval 的性能。我这里说一下，这个寻址呢，它有很多种方式的，还有其他的计算模型，比如说像寄存器的虚拟机里面，假设我们有无穷的寄存器的话，那我们可以把 let 的那个变量名呢，全部放在寄存器里面。这样的话，当然更快了，因为假如你的寄存器寻址是 OE 的话，那你就是 OE 的寻址方式，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设计的因素在里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nameless expression 它的语义啊。首先我们term 和 value 呢，因为我们没有变，所以和原来是一样的，只是说 environment 进行了一些简化。environment 它变成了一堆的 value 的 sequence， 没有了 key， 然后我们所以呢也简化了，变成了一个 SN， 对不对？这个计算准则呢还是个三元关系，可能大家要适应一下，它就是等价于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前缀式的 eval CSTI I， 就这种中缀的，这叫什么？3个中缀表达式啊，这两者是等价的，只是逻辑学家们觉得这样写看上去更阅读性更强一点。然后我看 eadd 和原来是一样的 eval 一样的 eval 就是我们现在寻址呢就变成了直接进行站的查找 si 等于 v， 对吧？然后呢 elet 呢就是把的结果压站压到这个 L 里面去，在这个新的站的环境下，我们计算得到 v， 就可以求出 s， 求出 let x1 它得到这写错了，这应该是 VR，
但是当然因为 v 也好像只用了一次，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写 var 可能更准确一点。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 nameless expression 它的形式化的语义。解释的话，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一遍，就是说这个 evaluate 计算的环境的 gamma 呢，原来的 expression 它只有既包括名字也包括值，而我们新的计算环境呢，它只包括 value， 因为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静态的，因为我们代码它是不变的嘛，对吧？除非你有 git compiler， 没有 git compiler 的话，代码的名字是不变的，所以这一块呢就可以进行预计算，它也可以叫 pre-compute。好，我们讲了这个 nameless stored expression 它的语义，但是我们还没有讲怎么把这个我们的 expression 怎么把它 load 到，或者说编译到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编译的环境 compile environment。compile environment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partial revision 的一个编译时候的环境，它只有这个字符串，这一块是纯静态的一个环境。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参数 expression let rec 还是这个 recursive 的意思，递归。好，它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带名字的 expression。第二个环境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环境。这个 column 冒号呢，就是它的返回值的类型。就是我们通过输入是 expression 和静态环境，它的输出是一个 nameless expression。这个初始环境呢，就如果我们现在有两个参数，对不对？初始环境它就是个空环境，我们只有在 let 的时候，它把这个环境先加一个新的 key。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let 表达是怎么算的。我们先把这个给编译完了，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x 呢 ，x 这里就会被去掉，但是呢 x 它会挪到这个 它会挪到这里。我们有了以后，把这 x 名字进行压站，这样的话，在我们在 resolve er 的时候，它的索引就是对的。这个有点 tricky 啊，就是其实这个 eval 呢，这个 compilation 和那个第一个 eval 是一模一样的。我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compile 和这个 eval 基本上是对称的，只是说我们现在 env 它只接受了这个第一个 string， 它只有这个 string 的 key。这样的话，它就只有现在我这个 list x 呢，eval 呢，它只有这个 x， 因为这个就只把 x 进行压进去。好了，那既然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给出了 expression 它的 eval 对不对？它的 eval 给出了 nameless 它的 expression 给出了它的 eval， 然后我们给出了 expression 怎么把它编译到 nameless expression。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完，就是把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 呢，怎么把它编译到我们第一堂课讲的那个战士虚拟机里面。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我们实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编译过程，并且是multiple level IR， 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个 IR0， 对不对？这种 IR1， 这种 IR2，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CPU 上解释执行这个 IR2。那怎么把这个 IR1 呢编译到这个 IR2？ 我们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在 IR0 到 IR1， 我们引入了这个变量名，所以在这个我们 eval 它的时候都有个寻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我们在战士虚拟机的时候，它也有个寻址，因为这是个很本质的问题，因为我们起了个名字，对不对 ？let x， 它可以在很遥远的地方被使用到，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寻址才能找到它。所以我们对应的战士虚拟机呢，也必须要增加一条指令来进行寻址。这里我们增加了一个 val int， 它是什么语义呢？它就是我们 ival 语义。它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当前的指令是 val i， 而你的站是 s， 那你把 si 这个东西进行压站，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索引这个站，这个站里面就有我 x 的值，对不对？我就可以把 I 进行索引，进行压站。所以这条指令是必须得引入的。如果你不引入这条指令的话，就很难解释这个语言。所以说我们讲虚拟机的指令设计它是有原理的，它不是说凭空设计出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些指令。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我们第一堂课里面讲到这个编译这个站式虚拟机呢，它有一条原则叫站平衡原则。现在我们看我们引入了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有个 let 表达式，对吧？let x1 那么我怎么保证我们 eval 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站呢，它有个 s， 对不对？它站里面站顶只有一个元素，刚好是这个表达式的值呢？我们想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如果是 let x1 它通过编译到我们这个虚拟机，然后它有个运行的站，它怎么保证它这个有个运行的站？经过这个运行以后，它怎么保证这个站上只有一个元素？我们看给出一个 notation， 就我们先编译对不对？这很自然的，我们假定已经编译完了，它能保证它有一个站上有的值，然后我假定我们还能编译那我们只能在这边再加一个值对不对？这违背了我们站平衡的原则，因为现在你等于编译完这个一个表达式以后，这上多了长度增加了2，而不是1。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引入2条指令，一个叫 swap， 我们需要把1和1进行交换一下，它得到一个1，然后再把这个值给去掉。这样的话，我们编译完这个表达式，然后进行运行的时候，它的站顶就是这个表达式的值，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2条指令，一个是 swap， 我们要先进行 swap， 把 pop 给去掉。这个 swap pop 的语义很简单，就是把站顶的元素给去掉。swap 呢，就是说站顶有2个元素，把 n2 这写错了啊，这个应该是 n1 n2。OK， 这是pop 和 swap 的指令。同样的，要保证这个其他的状态呢都是一个 bad state， 其他的状态就是一个 bad state。我们第3课讲到怎么样避免这种 bad state， 要么你的编译器能够保证，或者这个虚拟机加一层验证环境，加一层 validation， 验证可以保证这个不会出现一个坏的情况。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啊。现在我们看这个 let x cst17 add yx， 这是我们第一个语言这是我们 Target Language 1 XPR， 然后你把它变成 nameless expression， 它就是 let。我们进 deploy 它应该就是这个 x 就没有了，就变成 cst17， 然后 add。这个 x 靠的最近的就应该是 var0， 然后再把它编译成这样的一个指令集。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编译呢，留给大家做课后作业。我们讲讲它这个大概是什么情况。首先，我们执行这条指令集的时候，它有一个初始站，下面的是我们不用考虑的，它是一个初始站。先把 cst17 呢进行压站，var0就是我们的站顶元素，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在我们站顶在这里，对不对 ？var0就是加一个把站顶继续压站，然后 var1呢
因为我们这个实际是存在这里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编译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相等的，所以 while 一呢就是从这里面算起，它是第一个，所以它继续把17进行压占，然后把两个相加 add 得到34，进行 swap， 这两个进行 swap，pop 34就得到上面。我们看到这种寻址方式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它不稳定啊，就是说我都是 add var x var x， 对不对？它随着你的站的高度增加，它的索引是变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是战士虚拟的一种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战士虚拟机。还有一种是，比如我们给一个基准，就从这里开始寻址的话，这个如果你是在编译器里面就叫 base pointer， 这样寻址的话，那这样 x 和 x 它就是稳定的。这种寻址呢是一种不稳定的，但它是更接近于站，因为它是站的话，我们只考虑这个站顶，它不考虑有一个，因为你考虑有个 base pointer， 它就变成数组了，它就不是站了。我们今天讲这个编译器，虚拟机呢，它这种最传统的一个站式的虚拟机，还有一种就是它可能觉得站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站，它有可能是一个数组的话，如果引入 base pointer 的话，它就是一个混合式的站式虚拟机。我们 C 编译器它使用的是这种方式啊，就传统的 CPCI 编译器它的寻址方式，另外一种寻址。好，那我们再为了加强大家理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这是我们的一个程序带段代码，它就是我们这里用的一个具体的语法，它的和那个抽象语法其实是有点像，就是太复杂了。抽象语法就是 add cst 一 let x cst 2，这里太多了，我就不写下去了，大概是这个意思。1加上 let x 等于2 in x 加7 and。刚才我们讲这个。回头我们讲这个战士虚拟，它有一些优点的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它的编译的，它编译上面的一个指令流，首先是 cst 1，我们有一个初始站把1进行压站 ，x cst 2就对应这个编译这个 r， 把 r 进行压站，然后 var 0呢实际上就对应这个 x 进行寻址，对不对？我们把 r 进行压站，压站以后变成 x 加7，就7的话把7进行压站。然后有个 add， 把两个弹出来9，然后 swap， 这个 swap 跟我们刚才讲就是为了保持这个站平衡原则 ，swap r 和9，然后把2给去掉，就得到这个，然后1加9得到10，所以它每一步都是站平衡。看我们从最开始的站到这个结果，相当于把这个表达式给计算完了以后，把这个结果放在上面。我们再看中间的过程啊，就是我们从这里看起，从这个站，我们从这个站开始看起，然后一直往上拿，2一直往到2加7等于9，它也是个站平衡原则，它只有9在这个站的上面，对吧？这里面我们之前讲到这个站式虚拟机呢，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索引呢是不稳定的，所以如果它会随着你的站的高度变化，同样的变量 x。它的索引是不稳定，但是它有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可以很早的退站，比如我们这个 let x in r in x 加7等于 end 呢，它可以把这个算完以后，它的站就退掉了。我们后面会学到啊，就是说对于 C 编译器的话，它可能就得提前分配很多站空间，它就不存在一个动态的调整站的大小的机制了，所以它有个平衡，有个 balance。好，我们进行总结一下。通过这个编译，我们获得了什么？首先，我们这堂课学习了这个 evaluate 这个 expression。为了解释执行这个 expression 呢，我们引入了一个环境变量。这里面的变量有个专有名字叫 local variables。我们第一堂课讲那个，第二堂课它也有一个变量叫 temporary variables， 临时变量。什么叫临时变量？比如说我们 add 1 2，对不对？这个1 2它有个临时结果叫 temporary variable。
现在我们有 local variable，它就给了名字变量，还有一类变量叫 parameter，就是参数，就是函数的参数，我们后续的课程会讲到。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stack frame，就怎么存储一些返回的函数调用的一些返回值。所以总共有就编译器总共要处理这四种变量它的寻址方式：局部变量、临时变量、参数、战争，它们都是可以用站来表示的。然后编译器最终呢是把这个4种站呢合为一个站，用一个数组来表示来编码这4种站。这是编译器的基本原理啊。我们这堂课讲到了局部变量和那个上一课讲的 temporary variable， 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一半的变量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讲这个解释这个 expression 啊，它隐式的使用了这个诉诸语言的站，还有一个呢，它有一些重复计算，就是它在进行索引的时候进行了重复计算。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了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 它就不再是一个 map 了，而是一个站，对不对？所以我们成功的用站来表示这个 local variable 以及它的寻址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解释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 的时候呢，它的临时变量还是用了这个隐式的输入语言的站的。我们看一下这个 eval nameless expression 啊，对不对？这里面还是用了递归。这个递归的话，它就使用了这个输入语言的站。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 呢再 lower 到这个站式虚拟机。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一个站来表示了局部变量和临时变量。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怎么用这一个站来表示这个参数和 stack frame。这个具体的算法呢，我们刚才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启发式的思维，没有给出具体的算法，可以留作一个课后作业。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语言是怎么有个图啊，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个 expression， 它是一个我们用户自己定的语言，它有编译到我们这个虚拟机呢，它有2条路径。首先我们看这个，我们一开始解释这个 expression 的时候，它有一个环境来进行索引它的变量名，对不对？然后它使用了输入语言的站来存储这个临时变量，这是临时变量。和这个是局部变量。所以我们在做解释器的时候，为了处理这个临时变量和局部变量，临时变量我们用巧妙的利用了诉诸语言的站，而这个局部变量呢，我们用了一个环境，就是一个 map key value pair map。为了把这个2种处理方式的一种更高效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我们第一条路径是把它先 lower 到这个 nameless expression， 这样的话，它这个局部变量呢就不再是一个 key value pair， 变成了一个站。但是我们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递归还是用了诉诸语言的站。这样我们再 loading 到这个指令集的话，这一块也换成了一个站，然后把2个站合并在一起，就是一个单独的站式虚拟机。所以这条路径，还有一条路径呢，我们这堂课没有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临时变量给去掉，然后这个处理这个局部变量这个环境呢，还是用这个环境来表示。大家可以作为一个课后作业，得到一个中间的一个指令集，它的一个解释方法，然后再把这个环境给去掉，merge 到一个站。这2种方法都是殊途同归的，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2个代码都可以实现一遍。我们今天就讲课内容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个 Tiny Language 1里面，就是它那个是用那个字串做那个变量的索引的，那就有可能。但是刚才讲课的过程中提到，就是这个字串可以是重复的，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那个静态的那个域，那个 lexical scope 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那个字串可能是重复，查找的时候就会有重复查找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这种就是有可能那个字串出现重复的这种情况，移动到那个第2种那个 Tiny Language 2的时候，
嗯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没有完全理解到，就是，OK 这 OK，个，好，嗯，就是反而更简化了啊，就是说你刚才我们讲那个最开始讲这个 tiny language R 的时候，对吧？它有一个变量名可能会重复，对吧？对，嗯。对，好，我把这个擦了一下哈。其实更因为你名字没有了，就无所谓重复不重复了，就是其实更简单了，就是说 let 我们看 let x let x 一，然后 add 这是一个 let x 等于一 add x x，然后 let x x 对吧？这样它的环境是个什么过程呢？它首先你要把 x 一要进行压站，对吧？然后呢，x 等于一以后，它返回是个 r，那你绑定到这个 x，所以它的环境就是个 x r，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链表，对不对？然后你把它变成了 nameless expression，它的对应的就是 r 和一，它的寻址呢就是这个变成零，这个变成一，而你原来的只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 shadow 可以很好的处理呢？是因为我们 x 插到第一个的时候就返回了，现在我就变成零和一就没有无所谓这个返回这个情况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嗯，我大概理解，就是那个索引的时候，它其实是有限制的，好像是说，所以你能讲大点声音吗？呃，就是是不是说它索引的时候，那个索引的那个使用，比如说它能保证它是单调增的，或者是它是个除非它静态的，静态的。它是静态，就是我们编译的时候，就是它这个过程呢是个编译的时候完成的过程，这是个编译的时候完成的过程，对，它就是个已经是一个常数了，对，就不变了，就不会再变化了。对，它不，这就所以我们叫 partial evaluation 嘛，就是说它是一个 partial eval 嘛，它是说已经在编译的时候这一部分就已经计算掉了，它就是零和一，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没有讲这个，我们首先要做一个 check，就是如果我们在进行解释执行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个 check 这个 scope，要保证这个表达式它这个scope 是对的，你不可能出现一个let x 三然后 y 对不对？那这里就是个运行时候的错误嘛，所以首先要进行第一个这个检查，检查它的这个 scope 是不是对的，作用域是不是对的。我下去再想一想，我得需要实现一遍，可能会对，更你需清楚了。要那个嗯，打印一下它的那个每一步的那个，对，可能需要，状态，对，需要了对，解一下这个，找几个例子，找几个例子对对做一做。第二个问题呢是那个关于你那个编译器，就是中间嗯，涉及多层编译的那个第一个编译器，它应该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就是那个静态的我在哪儿能看出来？就是我理解的编译器应该都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哪个 slice 是这编个吗？译到那个 nameless 啊，这个 EXPR 的时候，啊，对，这个过程它应该是这个执行过程应该是静态的吧？因为我对，们通常静态的，讲编对译器都是静态的。那对，这个里面呢，它的这个程序的写法里，我怎么能看出它是静态的呢？因为你这个是它这个符号呀，它这个符号这个有点像 eval，这其实就是个静态的 eval，对不对？这是一种抽象解释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你能再说一下你的问题吗？说怎么看出它是对，就是因为我们理解这个编译器它执行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真正执行程序，它只是把这个程序变形成了另外一个程序，在另外一对对个基础上的另外一个程序。那对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其实它在里面就不可能从那个ENV 里去估那个值，它只是对，把它就是你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所以我们 ENV 呢，它只存了它的静态的不变的东西，它是理论上应该是一个 key value pair，对不对？string 对， value，这个 value 呢是随着你运行的时候变化而变化，这个 string 就你的变量名是不变的呀。是的，我只是把一些编译的时候不变的东西进行计算，哦，就是 value 是变的，因为你可能你的初始的 value 对吧？你的那个参数名变量会变，但是我的变量名是不会变的呀。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那个，我跟你讲，let
x y 一，它最后它的环境就会变成一个 x y 这种东西，而不是说 x y 到底是多少呢？我不 care。OK，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没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周末有空过来，那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啊，谢谢。